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大冰块。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还不快来了解一下？它在排气管的边上这一角呢，还是会做了一个小小的隔热金属片，防止这个橡胶吊耳过多的温差变成。里面还是一个六边形，像纸一样的薄啊。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那我是薛俊峰，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大冰块。今天呢，就到了这台2021款轩逸的底盘的部分了。昨天呢，在前后防撞梁的时候呢，跟小伙伴去聊了这台车呢，跟上一代的轩逸相比呢，从分数来看，它的确是有长进的。但是我们说从细项来看呢，它的确有高有低。当然还是老的规矩啊，如果说没有看过小伙伴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公众号大飙车，还有我们的网站3w 大飙车全拼.com。这台车底盘和上一代从平台来说是有了非常大的区别的，但是它实际真的有那么大区别吗？就是今天啊，想跟小伙伴去聊的话题。当然一开始呢，也是跟小伙伴展示一下啊，它下面的护板，就是我手上这一块啊，是一个塑料的形式，并且后面呢还是有相应的吸棉。它的护板呢特别长，并且呢它是这样，然后放在上面和后面的两侧护板相连接的。也就是说，从整体来看的话呢，它是从前到后基本上都和车身是有相应覆盖的。但是设计师同学们，难道你们就不换机油吗？这辆车如果你想换机油的话，你是必须要把这个板全部都要拆下来。您知道这个板上有多少螺丝吗？基本上旁边所有的孔位全部都是螺丝或者是卡扣，的确不难拆，但是呢特别的麻烦。来的护板呢也是比较靠前，那前面这块呢到后面完全是一个封闭状态。首先可以看到前面是一个昨天讲的行人防卷入的横梁，后面也是有吸能盒的形式，这个吸能盒是和后面的它副车架的纵梁是相连接的。当然我们一开始看这个副车架的时候，我们在考虑它是全框式的还是H 型的。它前边的这一个横梁呢，的确呢是一个单片冲压的形式，它的厚度啊是比较厚的，并且它和旁边的纵梁是一个焊接的形式，是作为一个一体，所以说我们会把它的整个形式作为一个全框型的副车架。上一代的车型不是一个全框的，是一个一体型的副车架，这块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再往后呢，会看到它的发动机，我的左侧啊是它的变速箱，那右侧呢是它的发动机。发动机呢是 HR16系列。昨天也跟小伙伴去聊了很多发动机的东西。化油螺栓是在冲压式油底壳的后端，机滤也是在前端，所以说换机油的时候呢，下面是要完全的给拆开的啊。再往左看呢，会看到变速箱的部分。首先啊，来看一看有没有老的毛病。就是日产经常会看到的，就是变速箱渗油的情况。那这辆车呢，非常的不好意思啊，同样还是挺厉害的渗油，并且呢已经是那种低的状态了，是和我们之前看到过日产的变速箱漏油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当然我们也是推测啊，应该是发动机那一块的后曲轴油封密封的不够好，是因为它滴下来这个油呢更像是机油一些，因为变速箱油和机油质感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是我们的推测啊。Jetico 变速箱它是一个有着非常长历史的这样一个变速箱厂了，它最早是从1943年开始成立的。对于现在而言呢，它的股权呢，日产呢是占75%，三菱呢是占了15%，然后铃木呢是占了10%，日产呢是它最大的股东。所以说看到啊，日产的车都是用的 Jetico 的变速箱。当然说 Jetico 变速箱呢，我们现在啊知道的，可能这是 CVT 啊是比较有名的。的确，我们说从世界来看的话，它是全球最大的 CVT 变速箱的生产厂商。它也是有很多种变速箱的啊，包括从最老的什么3速、4速、6速啊等等等等。其实中国的消费者很早就接触过，例如说以前大众的 Polo 4速变速箱用的就是Jetico 的，包括着后来的6速也有用 Jetico 的变速箱。最早的时候呢 ，Jetico 的变速箱只提供日产、马自达、斯巴鲁、510、铃木、宝马、大众、MG 集团，包括路虎都是用它的变速箱。后来呢 ，Jetico 叫独立了，虽然说啊也是日产占75%的股权，但是呢它是可以独立。当然独立出去之后，销路啊就会更广一些了，包括说后来的现代汽车、福特的欧洲，包括说雷诺、长安福特，包括戴姆勒也都在用 Jetico 的变速箱了。几乎所有的主机厂都用过它的变速箱。当然了，它的变速箱的型号非常多
说啊，对于这台 1.6 自吸发动机配备的变速箱叫做 GF011E 的型号。那这台变速箱呢，也是传统钢带的形式嘛。开的过程中也跟小伙伴去聊了啊，就是它的一些非常有特点的这种调教，就是前段猛的不行，叫做3秒钟真男人；后段因为排量的问题，动力衰减是比较厉害的，所以说它的调教我是有点不太适应的。它的冷热保护这一块呢也是有的，就包括说北京现在这个天气啊，晚上的话应该能够达到零下10几度的时候，白天在开车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段时间的冷保护，那也是强制你速度比较低，是因为呢它的钢带呢是比较依赖于变速箱油的温度的。如果说温度太低的话，它的变速箱油比较稠，高速运转的话是对它的钢带是有损伤的，所以说它用电脑去把你限定在了一个非常低的速度之内，可能几乎就是20公里时速左右啊，开段时间10分钟、15分钟，温度上去点呢，逐渐的速度越来越高。这是一个电脑的这样一个程序。据说这个程序呢是可以去关闭的，但是我们不建议这样去做，是因为会损伤你的变速箱的。那我们继续向后看，变速箱的下悬置系统，这个跟上一代也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大家看到现在是用一个非常粗的一个机械部件呢去相连接的，这块呢也是能够看到它是有2个轴。那这种轴的形式呢，其实也是我们俗称的发动机下沉技术的一个关键部位。如果说前面发生撞击的话，上面是有2个悬置系统的，如果上面2个悬置系统断掉以后，这个时候发动机会有一个向下的力，就像是一个轴一个向下的力，然后让发动机跟变速箱卡在副车架上面，防止发动机进到后面的驾驶舱里面。然后呢，我们再往边上首先呢看到它的传动轴，那这台车呢依然是一个不等长的半轴，左边呢会更短一些，右边会更长一些。这一块呢是有橡胶的一个防尘套，但是呢我们在防尘套的上面呢也是会看到有一个隔热的护板，是因为它上面这块是3元的部分，包括说颗粒捕捉器的部分，它也是做了相应的隔热了。然后呢驱动轴呢会一直向右延伸，那延伸到悬挂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一个同样跟上一代有非常大区别的一个部件，就是它的副车架和车身的连接位置。这一台车它和车身连接的话，现在能够非常清楚看到是一个非常粗的双层冲压焊接的一个结构件和车身去连接。上一代轩逸副车架跟车身的连接是一个铁片，就是很薄。之前我们在放上一代轩逸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指出来了这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是很薄弱的。后台我们不知道是水军也好，还是真的是无知的小伙伴就一直在跟我说如果是你说的那样的话，也没见到过什么出什么事儿是不是也没见过断裂的。那对于2021款的轩逸，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它为什么要改呢？如果当初那个非常薄的那个支撑件不会出现任何的隐患的话，它为什么要改呢？这东西咱们呢一定要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事情，对就对了，错就错了，没什么，有错了我们就改进了，难道不好吗？非咬牙说我们没错，我们没错，到第2代改了，啪啪自个儿打脸，我觉得就反而更丢人。好，那我们再往右呢，就会看到整个悬挂的部分。那它的悬挂呢，依然是非常标准的麦弗逊式的悬挂。首先，下支臂是一个双层冲压的形式，还挺厚的旁边呢是焊接的形式，顶端呢也是一个单螺栓铆钉的形式，也是不能够更换的。那我们也是注意了相应的螺丝，例如说比较容易生锈的防倾盖的螺丝，上下的螺丝，包括说一些连接固定螺丝呢都没有看到生锈的情况，包括说一些焊缝这块呢处理的还是比较得当的。那生锈这块呢，至少我们到今天为止这台车我们是没有发现的好，这就是悬挂系统，标准的麦弗逊，也是有相应的转向拉杆，然后包括说防倾杆等等这些东西。顶端呢也会看到有相应的防尘罩，那防尘罩的那个连接那个金属的部分呢也没有看见生锈真的这台车整体防锈这块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它的仰角呢是铸铁的仰角，刹车盘呢是中央通风盘的形式，它的轮胎的型号是205 60R16 92H 呢，在我们的平面表里面属于最底线了一般来说呢，就不能比 H 级别再低了。正常的驾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轮胎级别这块是这样的就是说它的级别越高，也就是说在相等速度之内，可容错的几率就会
越多。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向后看，就是整个底盘的部分了。这台车的底盘是非常的平整的，这也和上一代车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从底盘平整度，包括说很多的一些细节布局来说，完全的是一个全新的平台。至少说我们从表面上看到了，跟上一代区别还是很大的，很平整。的确会看到上面有一些黑颜色的涂漆，这一个不是原厂的，这是后喷的，所以说这台车在原车的状态是没有任何喷涂的。那小伙伴可能会说啊，你为什么要喷呢？我们也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呢，北京呢是有一定优惠的，说我们有这个3000块的装饰，那我总不能说送我不要吧，所以说呢，送了一个膜，送了一个底盘喷涂，原厂是没有的。但是呢，我也挺佩服4S店的手艺的啊，这喷的时候啊乱七八糟的，尤其是后面啊龙飞凤舞的。大家看啊，就这一块其实是和前面那块大的护板是相连接的，其实它整个底盘的护板这块前后的连贯性是非常好的，而且管线呢也是埋在车里的，它的管线呢都是在我的右手啊，也会看到有2根油管，然后有2根刹车管，左边的是没有管线了。排气在中央，现在国6的车而言呢，不仅有3元催化，还要有颗粒捕捉器，所以说这台车啊也是有的，但是它的颗粒捕捉器呢是更靠前一些。排气隔热的总体来说是完整的，但是在中央这一块呢，大概会有这么多是完全空缺的。这一块其实不应该空缺，是因为很多的车型呢，我们说啊，的确是有那种空缺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是在非常复杂的后悬挂的部分，会有一小段是没有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情况下就认为呢，你是完整的。但是在中段有这么大的空缺，这个是实属不应该。所以说呢，这台车的排气管的隔热部分呢，我们只能说算为不完整。但是我们可以去仔细看一下它这块做的一些工作，它是前后2段隔热的这个铝碗呢就分开了，但是呢，它在排气管的边上这一点呢，还是会做了一个小小的隔热金属片，防止这个橡胶吊耳过多的温差变成的老化。所以说呢，它并没有对于底盘上面这块做相应的隔热，就仅仅是为了防止这个橡胶快速老化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补救吧。那油箱呢，也是有一点点被护板挡了一下，但是绝大部分还是露在外面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认为油箱没有这种主动的保护意识，所以说在评分表里面呢也没有相应的分数。油箱的隔热这块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排气呢会一直到后，最后是出去了啊。然后现在呢来看一下它的后面的悬挂部分吧。首先呢，这台车是一个扭力梁的形式，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上面扭力梁体积的确是比较大的啊，但它是一个单层冲压开放的形式，也是一个开口的形式，所以说我们会把这种形式称为单层冲压的一体式副车架，是因为对于扭力梁而言，它的这个梁既是扭力，同时呢还是副车架的作用，所以说这块呢是作为它副车架材质的一个分辨。一般来说，这种开口的形式，它的扭力是不够的，通常中央会有一根额外的防倾杆作为支撑，但是这辆车呢没看见，既是单层冲压又是没有防倾杆。当然说呢，这台车开起来的吧，它不就是一个让你去讲究操控那么一个车，每个车呢都有每个车的特点性格，只有适合不适合，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其实这是我们一直想跟小伙伴去传达的这个观念啊。那我们呢也是会看到下面的部分，那首先呢会看到有一个单片的弹簧座，那对于它的后面下摆臂的形式，不是说以这一个弹簧座为准，而是以它最主要的那一根悬臂为准。对于扭力梁而言，后悬挂最主要的悬臂是这一根，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圆管的形式，所以说作为一个双层冲压的，当然呢也是黄铜分离的形式，避震筒呢是比较长的，它的弹簧呢是比较短，那比较长的避震筒呢，相应啊它的舒适性会更好一些。OK， 那我们再来看到它的刹车盘是一个实心盘的形式，后面轮胎呢同样啊也是205 60R16 92H 和前面的级别是一样的。那看一下它的手刹系统，那这台车呢是一个脚刹的形式啊，就是左脚要踩一下，它并不是一个电子的。后面呢是手刹机械结构，它也是一个弹簧的形式，
上面这根钢索是连接的前面你脚踩的，通过这根弹簧调节它后面刹车片的紧度，所以说这就是它机械式手刹的一个简单的结构吧，也小伙伴去了解一下就 OK 了。后面的羊角呢也是一个铸铁的形式，然后一直到后面就是备胎啊，这块也是完全没有喷涂。右边上面的一个黑颜色的盒子是它碳罐，那碳罐呢也是作为环保非常重要的一个，里面是碳颗粒，是有吸附作用的，它会把油气呢吸附到里面，等你下次去使用的时候呢，会把汽油蒸汽再回到发动机舱里面去进行燃烧，就不会放到大气里面，这也是环保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因为现在所有的车型都是有碳罐这种东西的。头顶上这块呢，它也不是一个原厂状态啊，其实是有一个护板的。那它原厂呢，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形式啊，也是会封在里面的。可能会认为小伙伴看不见吧，所以说原厂是没有喷涂的。对于喷涂这块呢，即使这个车下面喷了很薄的一层喷涂，其实也并没有为它整个的噪音这块啊降很多。其实它整个车还是比较吵的，原厂送的这个喷涂实在是太薄了，所以说仅仅呢作为防止小石子磕碰这块呢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对于隔音这块来说的确有点薄。行吧，底盘呢就跟小伙伴去浏览到这儿，那我们现在呢回到前面看看这台车在今天的部分它的得分是多少，去看一下。好，那么现在呢，就来总结一下这台2021款轩逸在底盘部分的得分。那我们底盘现在呢，满分依然是55分。那在满分55分的情况下，这台轩逸得分呢是25分，基本上也是一个中档的成绩。当然，我们也是翻阅了2019款轩逸的我们在当时的一个评分的整据。那2019款的轩逸呢，当时我们的满分呢是45分啊，是因为19款轩逸啊挺早的，但我们这个过程中呢分数是有一些稍微的调整。那当时呢，在满分45分的情况下呢，上一代轩逸啊得分呢也仅仅是14分。首先呢是前面副车架的变化真的是比较大的，之前轩逸呢是一个一体型的副车架，今天啊2021款这个也会看到了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全框式的副车架，副车架和车身的连接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从我们说整体的形式来说，这一代轩逸呢跟上一代轩逸呢是一样的，例如说后面是扭力梁的结构，然后前面是麦弗逊的结构，就是这些大的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说从细节来看的话，这两代车的确从底盘部分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这个也是和它不同平台有相应的关系。首先跟小伙伴先唠叨一下，这到第14代轩逸是怎么来的啊？第一次使用轩逸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底盘代号叫 G10或者叫做 N16的蓝鸟轩逸，在当时其实日产是打算放弃蓝鸟这个名字了，它作为一个过渡的名字，所以说呢有蓝鸟轩逸这个名字。其实严格来说，这个应该叫做第一代的轩逸。官方而言呢，他们可能会觉得代数比较多，显这个车比较牛吧，所以呢把之前蓝鸟的那10代也算作了轩逸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吧就有点不讲武德了。您都换姓了，还说我们祖上什么这个那个，你是谁呀？谁认识你？就有点这种感觉。所以说呢，轩逸啊把蓝鸟那部分呢给算进去了呢，就是我会认为啊是不太妥当的。你要说非往蓝鸟那边靠的话，还真的叫14代蓝鸟的第10代，叫做蓝鸟轩逸。后来呢，因为一些的原因啊，变成了现代的轩逸。之前在跟小伙伴去聊骐达的时候呢，把这个历史是捋得比较清楚了。而轩逸其实是在骐达Polestar 的中央的一小部分，这4代啊才是现在的轩逸啊。刚才说了，第一代用轩逸的名字是2000年，底盘代号呢叫做 G10或者叫 N16，这个呢是当时啊真真正正的用轩逸的第一代。第二代的轩逸呢，底盘代号呢叫做 G11，是从2005年开始的。这一个车型啊是在东京车展上面展出的，那后来呢也是非常快的就在国内去生产了。第3代呢，底盘代号叫做 B17，是从2012年开始的。B17的轩逸呢，就正式的只用了轩逸这个名字了。那总结一下啊，轩逸严格来说，其实它是第4代的轩逸，14代呢有点夸张啊。当然明天呢就是这台车前后门内防撞梁和甲醛的部分，尤其是对于这台销量巨高的这台轩逸，那它钢板包括说甲醛到底什么样呢，就是明天想跟小伙伴去分享话题。好，今天呢大飙车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说自己做主大冰块，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大冰块。那我们这台2021款轩逸的
讲究部分，我们再见，拜拜。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